公主，床已经帮你铺好了，你去睡会儿吧。你连着照顾国主几天几夜都没合过眼了。跟你说了，让你叫我灵犀的。那不行，凡事得讲规矩。你现在是公主了。这里真暖，我就在这儿睡。你以前在浮云殿的时候就这样，有床不睡，总爱趴在桌子上。那公主，我先下去了。嗯。这是什么曲子？千字文。这首曲子，就是你爹爹小时候经常给你唱的那首。我记得你说过，有天如果耳朵好了，最想听到的便是这首。你见过我爹？我去过你的家里边，有幸见过一面。你去我家中做什么呀？我想知道阿木的过去。阿木，你还是叫我灵犀吧。我已经回来这么久了，阿莫已经是过去式了。过去，才过去1个月。于我而言，虽只是30日，却已是恍如隔世，沧海桑田。国师，不论我是灵犀，还是林默，我都会一样敬重你的。
怎么样？神尊的实心已经恢复正常，且与血脉相连得更加紧密。依小仙推测，神尊的法术必然也大有增进，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当真？那便太好了。小仙开的药，还请神尊按时服用。虽身体已无大碍，但能借此机会，能将女娲实心彻底融入血肉之中，成为身体的一部分，对以后的修习也是大有裨益。本尊知晓了，多谢告知。这是玉离的本分，神尊又何必言谢呢？神尊若是无碍，玉离先行告退。我送仙子。13，啊？添杯茶。哦。13，听说药王又出去云游了。西荒大泽发了水灾，大灾过后，瘟疫横行，爹爹带着诸位师兄师姐下界赈灾施药去了。药王洞人手不足，全靠仙子一人操持，真是辛苦啊。没什么辛苦的，在其位谋其事而已。仙子大善，但可知放下与祝福也是一种布施。我是说，仙子何苦这般执着呢？后退一步，万般自在。你知道本仙子是什么时候认识战神的吗？早在5万年前，我就喜欢他了，比灵犀要早得多。神尊眼光不好，喜欢他不喜欢我，这我强求不得。但是我心里喜欢他，又没有碍着别人，凭什么他们两个在一起，我就得放下？这是哪里来的道理？再说，我今天喜欢神尊，也许明天就不喜欢了；明天还喜欢，也许后天就不喜欢了。喜不喜欢，放不放下，这都是本仙子自己的事情，与你何干？告辞。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！切！神尊，袁家现任家主袁真的姑姑袁毅日前前来拜见，恳请神尊能看在袁家过往战功的份上，放袁童一马。他已经被抽了仙骨，以一介凡人之躯被流放到穷荒之地，怕是死路难逃啊！袁童杀害同袍，罪大恶极，天君没有取他的性命，只是抽他的仙骨，流放穷荒，以示仁慈。袁家的人还敢以祖辈战功之说来求本尊，看来袁家的落败不是偶然。天宫惩戒，惩为辅，戒为主。何为戒？戒者，谨也。袁童屡犯大错，欲术而不思，得寸进尺，实在不堪为神。正邪善恶都需自己做决定，人生亦是如此。他既然做了这样的决定，就必须承担起后果。神尊说的是，袁家的人再来，也不必再见了。是。
本尊要去从基渊闭关一阵子，天宫若有什么事情，你们就到从基渊去找我。是。神尊，你要去从基渊，还是要去山灵族啊？公主，急救哥哥呢？国师说他正忙着，先不过来了。公主，您别生气，国主最近气色好了许多，等他醒来会为你做主的。等他给我做主，他有了那个亲生女儿，还会记得有我这个人吗？公主，这里有老奴在便好，你还是回去休息吧。我刚刚小憩了一会儿，已经不困了。不困也得回去洗漱一下，好歹也是一族公主，整天这个样子，走出去有面子吗？婆婆是担心我累倒啊。我才不担心你呢，你一个上神，难不成熬几个晚上还能熬出病不成？那为什么总赶我回去休息啊？我知道，婆婆你是担心我。自从我发现了巫医的问题之后，婆婆你就拿我当自己人了。多谢婆婆。姐姐们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宝清公主近来心情不太好，宝月楼那边服侍的人都被罚了，就连阿宇都被打了。宝清公主的心情哪天是好的呀？她打人不奇怪，若是哪天不打人了，那才就奇怪呢。我听说，宝清公主是因为国师不理她才这么生气的。哎，小福姐，你说国师为什么不喜欢宝清公主？我哪能知道呢？我知道。国师喜欢的是灵犀公主。灵犀公主温和又善良，谁不喜欢？不是连天宫的战神都喜欢她吗？战神？战神也太老了吧？战神老？何出此言？战神都10几万岁了，比国主年纪还大。大家都是神仙，随便叫一个出来都有几万岁，不在意这个的。再说我见过战神，战神驻颜有术，看起来挺年轻的。是不是啊，华言？问你战神老不老？整天心不在焉的，也不知道。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吧！这青天白日的，就敢在这里妄议战神。公主，罢了。去忙吧。是。
你怎么来了？你堂堂战神，却藏头露尾在这里，偷听小仙娥的墙角，也不怕别人笑话。山林族不愧是雀鸟一族，个个都那么长舌，爱道人是非。那可不一定。论起说是非，这天宫排第2，可没人敢当第1。就说神尊座下，上至云峰上神，下至开阳司命，哪一个不是说是非的好手啊？神尊未经通传，悄悄来到这里，也不怕别人看见，惹麻烦。本尊就是想悄悄的来，谁还能发现啊？话可别说这么满，这不你一来就被发现了？若不是白泽，就凭你，也能发现本尊？是，战神法力无边，6界第1，那你一个堂堂战神，到我这小小的山灵界，有何贵干啊？本尊要去从极渊闭关一段时间，怕你有事找不到我，特来告知你一声。谁要找你了？好，我知道了，那你去静修吧，我告辞了。没良心的小丫头。你说谁？就说你，都过了那么久了，还没想明白，你这小性子要使到什么时候啊？我哪里有使小性子了？你连杀我2次，还不允许我生气了？我是为了救你。那杀是真的杀，疼是真的疼，伤心也是真的伤心。你就仗着自己辈分高、法力强、资格老，你就欺负弱小，践踏别人的真心，辜负别人的信任。怎么，知道错了吗？你不讲道理。我哪里不讲道理了？公主，公主，哇，公主哪儿去了？公主，你怕什么？谁怕了？那你躲什么躲？我这不是为你着想吗？你悄悄潜入我族，万一被人发现了，定会认为你图谋不轨的。我的确有不轨的意图。放手！不放。这里是我家。你家又如何？当初你还不是追到我浮云殿，对我上下其手？谁对你上下其手了？你一个10几万岁的老神仙，你说话可要讲道理啊！本尊是战神，又不是什么治学布道的文官，向来只讲实力，不讲道理。好了，不要生气了。过去的种种，是我有不妥当的地方，可是我们都一起经历了那么多，我的心是怎么样的，你应该看得很清楚。若是你心里还有气，便要说出来，不要再对我视而不见，也不要把我推开。我都活了10几万年，孑然一身，在长生海的5万年，也没有觉得孤单过。可是，你找上了我，灵犀，是你主动的，你要负起责任。负什么责任？陪伴我的责任啊！因为我认识你以后，我都没办法一个人独自生活。你别以为你亲了我一下，我就不生气了。那再亲一个。你说你一个10几万岁的老人家，你吃什么药了呀？啊？从哪儿学的这些招数？老人家和辣妈，你回去吧。我师姐回桃林开路炼丹，我要在这里守着我母亲醒来。我若是得了闲，我就
你就如何？我就去你那里转转。本尊很老吗？老？谁说你老了？要说你的老与年轻，也得看跟谁比呀。与天尊相比，神尊，你年轻得很。啊，若是与老朽相比，神尊，你的年纪倒是大了点儿。不过你法力高强，驻颜有术啊，看起来你比老朽年轻。一炷香花，盛世共婵娟。一杯粗茶，余香绕成生间。在笔意的岁岁年年，为你春天，做这芸芸众生中的一卷，让心间筑梦田。母亲，今日神尊过来了，你知道神尊吗？就是战神，我跟他一起来过天锡宫的，你还记得吗？他今日跟我说呀，他说，往后的日子，若是没有我的话，他就不会一个人生活了。他还是第一次跟我说这样的话。以前就算是对我好，他也都是放在心里的，从来都不会像这样说出来。母亲，我觉得我最近的运气变得好起来了。我洗去了魔气，又找到了你。就连他，母亲，你快点醒过来吧。我还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到底是谁？谁在跳我？
哥哥，你可以这么叫我。你不是我哥，你到底是谁？吴志奇，魔君，你不是死了吗？这一代魔君的确死了，但是魔永远也不会消失。天生万物，有善便有恶，有正便有邪，有生便有死，有形便有藏。心之恶念，贪增恶恨杀，阻扰修习业障缠身，便是魔。不可能，吴志奇已经死了，我亲眼所见。灵犀历过3劫，魔气消散，你被业火焚身，已然消失于六界，怎么可能还在这儿出现呢？你还是不明白，吴志奇只是我挑选的一任魔君而已。我是魔，心之本源，变化万端，可浮可沉，可见可亡，可聚可散，如何消失？所以你来找我，是想引我入魔，想让我成为新的魔君。你连仙骨都没了，要如何成为魔君啊？魔的力量无限大，不仅要斩断七情六欲、心容百媚，更要有强大的神魂和顶尖的根骨。你，既然如此，那你为何要入我梦？给你一份机缘。机缘？为我们母亲报仇的机缘，为你自己雪恨的机缘，为你赢得这一切戏耍痴术。让我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的机缘。我该怎么做？帮我找一个人好吗，童儿？找谁？新的魔君。哎，姐，药是不是炼好的呀？哎，你没事吧？师姐，如何？放心吧，若不出意外，灵月国主应该这几日就会慢慢苏醒过来。真的？青瑶上仙医术果然高明。不敢当，国主修为深厚，即便没有我，也会慢慢恢复起来的。
恭送国师。国师。华烟，华烟，眼珠子都要粘上去了。胡说什么？国师法力高强，一表人才，虽未曾婚配，但也不是你可以喜欢的。若被宝清公主知道了，小心你想命不保。我们走吧。公主，今天桃林那位医仙来为国主诊病了，我们不去看看吗？看什么？看别人出风头吗？我的意思是，若是国主醒了，公主你却不在，身边只有那个灵犀，怕是不太好吧？我在又能怎么样？以前母亲养着我，那是因为我能排解寂寞，当别人的替身。现在那位正身回来了，还有我的地方吗？要我说，他就那样睡着最好。若是醒了，这天锡宫还有我的立足之地吗？我的公主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怎么了？我在自己店里讲句话，怎么了？别说母亲了，就连景修哥哥也被那个狐狸精迷得神魂颠倒的。哼，不愧是桃林来的，天生一股子胡骚味儿。国师这几日倒没怎么与他相见。真的吗？嗯。走，找锦绣哥哥去。国师，若桃林女医的药真的管用的话，那在这几日，国主便会醒过来。国师，我们当着国主的面杀了袁度，现在又要取他的性命。他若是醒来，恢复了法力，重掌大权的话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灵犀公主是他的女儿，国师觉得他是会信你，还是信自己的母亲？国师该动手了。够了！国师，国主醒来之后，灵犀公主她早晚会……国师，现在不动手，真的来不及了。国师，国师，该动手了。国师，是宝清公主。国师，要不要？公主怎么办？国师要杀国主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没听错吧？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得立刻把这件事情告诉石婆婆。我现在就去，我现在就去找石婆婆。不能去！不许去纪念梅，不许去！公主，你让我好好想想，你让我好好想想。出去候着吧。是。公主，母亲怎么样？她醒了吗？
灵犀公主呢？公主去煎药了，好了就过来。煎药这等事应该你们来做，怎么能让公主亲自动手呢？公主不肯假手于人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你去告知公主，就说国主进药的时间到了。是，我这就过去。母亲，你还没睡啊？这么晚了，看你房间还亮着，我就来看看。你看看你，穿的这么少就睡了，受寒了怎么办？哎呀，哪有那么容易受寒啊？女儿法术有成，刚刚升了地仙，如今已经是仙体，百毒不侵了。你呀，还是要好好的修炼。我知道。宝清公主，宝清公主，啊！你这是怎么了？心神不宁的样子。没事。公主要是累了，就先回去休息吧。可是，哦，国主吃了药已经好很多了，待她醒来后。老奴会去告知你的。国主，你醒了！国主，国主，你醒了！石婆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这就去叫灵犀公主过来。灵犀，对，你的女儿灵犀公主，她没死，她历劫回来了，回来了啊！国师，锦绣哥哥，刚从国主那儿来。他还好吗？还好。我去看看他。锦绣哥哥，
太阳落山了，今夜风雨很大，早点回去休息，别乱跑。